第5集背道而驰的归途。西元1897年8月31日，历经29天的行程，原住民日本观光首发团返抵基隆港。当轮船进入港湾内，大伙们兴奋地站在甲板上，望着先前才由此出海却不算熟悉的环境。无论如何，他们知道接下来就是回家的路了。然而，历经这趟远赴日本的旅程，他们多少感受到一种帝国文明的冲击，由是衍生了许多困惑与思索，渐渐地在每个人的内心中发酵。你看，岸边那些汉人居住的房子，周围环境很不卫生，日本人将来会拆掉它们，换成新的日本家屋。我想没多久，台湾应该也会变成这次在日本看到的那样吧？是吗？你光看那座山，台湾汉人居住的山上都是光秃秃的，就知道日本人多么不重视我们。我们这次代表族人去到日本，去后应该要把我们所有看到的进步情形讲给他们听。只是这一路上，我也一直在想，未来我们故乡将会如何改变呢？我跟你打赌，事情很难如你想象那样，因为我觉得那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也并不真的了解我们的想法。船一靠岸，原住民们带着行李急忙地下船，大伙归心似箭。日本官员随即安排当天傍晚火车返抵台北，第二天一早便规划分由水陆2条路线带他们回去。返家前，总督阁下再次接见他们，祝贺平安归来，不但请他们喝酒，也赠送每人1把在大阪买的日本刀，以及东京的木棉线、2把剪刀、2件衬衫。随后，安排走水路的鲁凯族与邹族原住民先上了火车，又回到基隆港搭船去。由于双方各把月来的相处，临别时多少感到有点不舍，遂邀请日本官员到部落去，接受他们的招待。另外，规划寻陆路回家的泰雅族及布农族，由于当天南下火车故障，暂时无法出发，但他们却因不耐久候而强行脱逃。虽有日本官员快速追回看管，但在质问他们逃走原因时，除透露内心思乡之情外，似乎还隐含着更多的不满与疑惑。我们离开家乡，花了几10天游览各地，是因为带我们的大人说要送我们枪，但我们一直无法拿到枪，拿到的都是一些圣之类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一点都不喜欢，也不会感谢。大人简直就是在骗我们。原本真有要送你们枪，但因为有其他人反对，再也无法说送就送，并不是存心要骗你们。这根本就是骗起来的话，别说那种我们扛不动也不需要的炮了，连原本说要送给我们的小枪最后还不都没给我们。面对他们的不满，日本官员费了很大心力，才顺利安抚下来。第二天一早，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终于将他们顺利送上火车，回部落。在离开故乡1个月后，各族原住民平安地回到部落。这趟日本行终究让他们开了眼界，尤其是在目睹日本人的生活形态、丰盛物产以及强大军力后，不仅在心中产生一种对未来的期待和想象，同时也让他们重新思考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发展。至于在故乡的族人们，听到头目即将回来，个个欣喜异常，早早就到部落外面等候迎接。大家都好奇地想看看头目的现况，以及他会带回来什么新鲜稀奇的事物。阿里山邹族特富野社的聚会所库巴外面，一群邹族长老与青年围绕着王怒，他正在分享此次赴日本观光的见闻与心得。这次到日本，看到很多新鲜事。首先是乘坐大船，在海上要走3天才到达日本。船行在大海上，
四周几乎看不到尽头，尤其到了夜晚，天上满布繁星，感觉就像我们在部落暗黑山所见的情景一般。不过，我们山上看到的星星比较近，也比较亮。这次最主要是希望参观日本人的农耕作业情形，但刚上岸时却有点失望，看到的都是跟我们一样的山区，心想日本人这么多，他们到底是如何耕作的？后来到了一个名叫名古屋的地方后，才看到他们耕种的情形。你说他们有很多山区，不知道日本人也会打猎吗？他们狩猎的动物是什么？听说日本山里也有很多鹿和猪，他们也会狩猎。只是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还在东京那个地方盖了一座很大的动物园，养了不少动物，有大象、老虎，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那个大象哦，比牛大好几倍，力气也很大。如果放在我们这边，可能会把房子都撞坏。还有那个老虎，长相很凶猛呢，吼叫声比豹还吓人。哇，这么新奇哦！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也要去见识见识。但这么大的大象如果跑到山里面来，我们要怎么打？好像要很多人一起才可以把它抓住呢。还有呢，比较有意思的是，日本人的厕所盖得很大间，里面啊就像住家一样干净。如果我们这边也来学着盖这样的厕所，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在汪努的返乡报告中，族人们听得津津有味，时而赞叹，时而嬉笑，不少人也都积极追问并发表意见。另外，在桃园泰雅族的伊亨社这边，回到部落的傣木米散也正在广场上对着部落的勇士及妇女们述说着这一个月来所经历的点点滴滴。这趟旅程所看到与听到的，都让我感到很惊讶。日本这个国家确实富强，不但有火车让远程的交通非常便利，新式的房屋住起来又大又舒服，特别是米做的改良和利用机器生产的布匹，产量相当丰盛，这更让我们赞叹羡慕。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家园也能发展到这个地步。哎呀，这次没能一起去看看，真是太可惜了。好希望也能跟你一样亲身经历那些情况啊！这次原本希望能观摩到农业生产，回乡后再将所学的东西试着操作看看，便让它有好的结果，使家乡的耕作焕然一新。我怀着这种高尚的想法而去，但最终只是在车上看到他们耕种的情景，实在令人遗憾。这次比较大的收获是发觉经济的繁荣主要是依赖运输与通信的方便。我在基隆看到那里的环境，比起日本内地各种条件差那么多，来到我们家乡就更不用说了，道路交通非常不便。未来要看看福肯署长能不能为我们开辟道路，让我们也成为丰富之民呢。但是如果路开辟好了，汉人及日本人也会很容易进来，这样好吗？是啊，的确是令人两难的抉择。尤其是日本人拥有很多枪炮，火力也很强大，
可是这一次他们就一直不愿意给我们枪支，看来他们对我们还是有所防备。